可以去吃。这我们就行。起雾了，雾茫茫的一片。大家好，我是 Neo。今天我们要第二路，也是我们第一次的夜冲。我们要去新竹尖石乡的马胎露比营区。马胎？马胎是泰雅族的话，看网络上写呢，它是叫做多雾的部落。多雾？对，就是雾很多的部落。看今天的天气，应该雾也不会少。这边没下雨嘞，刚刚台北都在下雨哎。对啊，那刚刚看那个气象，新竹尖石乡那里现在没有雨，所以我们就上去看看。那这一次我们会开箱一个战术哈比天幕。为什么？因为我们的屋脊13，它如果说搭起来的话，碰到下雨天，你在收帐的时候，内帐很容易会湿掉。所以我们想说用这个战术哈比天幕，看可不可以把它整个包起来，这样以后遇到下雨天就比较不用担心雨会灌到整个内帐里面都湿哒哒的。为什么叫哈比天幕？我怎么知道？好塞哦。对，现在整马路现在塞在新店。现在几点啊？我看一下，5点半。5点半。今天为了要夜冲啊，提早请假请了1个小时，结果还是赶上了下班时间。现在前面写时速30到33K，时速大概20以下，所以我们就慢慢塞。好哦。预计到那边大概7点8点左右吧。天黑啦，所以是要夜冲。从天亮开到天黑。我们现在已经在大概关西一带吧，准备要上山了。刚刚营主很贴心的发赖给我，告诉我们这个马胎啊多雾的部落果然起雾了，叫我们要小心开车，所以这个部分蛮加分的。不要让前面的车有压力。我们有的跟了，太好了。他要让，不要让，不要让，能来了。营主吗？你好，这就是 C 没错吧？哦， C 区，好，您可以搭在这个位置，这边。也可以靠近这边，这边都比较安静。换掉。
好，现在吃完早餐了，那我们来介绍一下这一支开箱的战术哈比天幕，来看一看它到底呢可不可以把我们的乌吉13完整的装进去，没有问题。好，那我们先从乌吉13开始介绍好了。好，现在看到的是我们的这个乌吉13哈，那因为搭在那个我们的哈比里面哦，所以我就没有下钉了，所以看起来比较没有那么撑。那乌吉13呢，它是有一个内帐一个外帐。原则上呢，它的外帐因为它没有骨架，所以呢它是披在这个内帐上面，直接披在上面的。所以呢，也就是我昨天说的哈，如果说下雨天的话，你没有办法先收内帐，因为你内帐如果放下来，外帐就会跟着下来。那我们来看一看内帐里面。好，我们现在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内帐哈。大家会发现这个内帐啊，现在比较暗哦。主要原因是因为我们外面搭了一个这个战术哈比哦。战术哈比它是黑胶的，所以它比较不透光，所以内帐呢它会比较暗一些。那这一边的话，因为门是开着，所以会有一些亮光进来，这是正常的哈。那稍微看一下这边其实是还蛮暗的，早上比较不会被亮醒哈。那我不知道这个画面看不看得清楚哦。内帐的话，上面因为它是纱窗，所以啊，如果说我们下雨天的话，你先收外帐，那内帐的话呢，它直接雨就会从这个纱网上面流进来。好，也就是为什么我们这一次要来选择搭战术哈比的原因。好，我们现在从外面看啊，这个战术哈比啊，因为我们是第一次搭，而且是新手哦，这一次也是我们第2次露营而已。那所以呢，哈比我没有办法把它搭得很挺哦，还学不会技巧。那如果说有比较会搭的高手，可以跟我讲一下，这个右边这个后面的部分啊，到底要怎么样拉它才能够比较挺哦？因为就我所知道啊，这个战术哈比它应该是左边跟右边两边是对称的，但是我们在拉的时候，我右边已经把它拉到最紧了。可是它还是没有办法把它拉到比较挺的角度，所以就看起来不是那么好看。那大家都看到这边有凸出来一点哦，这一点呢，就是因为我们的乌吉13在里头。那原则上呢，我觉得乌吉13要完整的塞进去是 OK 的，不过因为我们不会拉哦，没有办法把它拉得很挺，所以它会有一些角度。是不是那么漂亮？那现在看到的是后面的状况哦，因为我后面已经没有空间可以站了，所以我没有办法把它拉更远。稍微可以看一下这个大概的状况，其实左右两边都有包覆起来，应该是还 OK 啦。如果说知道怎么样把它拉挺的话，我觉得应该是可以的。高度的部分其实。大家可以看得到，上面高度还是有多的哈，还是有多一些高度出来，所以它如果会搭的话，应该是可以不用贴着我们的乌吉13，那或者是说如果贴的话，应该只有贴到一点点而已。好，另外这一边哈，后面，另外这一边哈，这是右后方的部分哈，一样跟刚刚那里一样哈。在这边这个部分哈，一样有凸出来一个角，也是我们刚刚乌吉13好它的那个角度。那在这边也是一样，好，这个就是我们前面的部分。那看大家介不介意啊？我个人是觉得还 OK。另外呢，为什么要选择战术哈比哈？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边哈，这边有一个三角形的开窗哈，这边也是有一个，后面也是有个三角形的开窗。那它的就是左右两边等于总共有4个可以开窗的地方。那它这个战术哈比，它比较，我觉得我比较喜欢的地方就是说，如果你不想要旁边有侧风进来的话，像你一般如果是 MP 哈比天幕的话呢，它这边下面是空的，风就会从下面这里灌进来，风就会从这边灌进来。那这边的话，这个战术哈比呢，它就可以让我们选择说，你要不要把它窗户打开。那我这边就是把窗户打开，让大家感觉一下。那这边它这边有一个拉链，这边有个拉链，你往下拉，这边也有一个拉链，你这样子拉下来，这样下来呢，它就是一个纱窗，上面也是一样上面的拉链在这边。这样子就可以把纱窗打开了。所以如果说夏天的时候啊，你觉得天气比较热，想要帐篷里面可以透一些风的话，就可以这样子做，把它打开。这边一样可以有一个固定扣。那我们就可以把它简单的扣这个固定起来。下面的部分也是一样，它也是一样有扣环，那我这边就不介绍。那我们看这边这边是前面，那后面的部分也是一样这边也是有2个纱窗可以打开，另外一边也是一样，所以相对来讲，它这边就会比较透风。但因为现在今天的天气蛮冷的，早上起来只有11度，那现在开始慢慢的温度有回升了，现在大概差不多18度左右。那我觉得我还是想要把它放下来，尤其因为这边这个营区雾很大，湿气很重，所以其实我们的这个战术哈比它外面其实都还是湿的。好，那所以我想说先把它放下来，等一下太阳出来的时候呢，它就顺便晒帐把它晒干。另外还有一点想要讲的因为我们是第一次搭这个天幕。所以我不晓得是不是所有天幕都有这样子的状况，那还是要讲一下，因为这一次我们的这个营区就是马胎嘛，就是多雾的部落，所以它的雾气、湿气都会比较重。那昨天晚上呢没有下雨，那没有下雨的状况，当然因为雾气很重，所以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这边的围布的延伸章，前面这一块刚刚漏讲了，前面这一块三角形。有拍进来吗？好，前面这一块三角形一直到这一边是我们家买的那个围布。好，那如果说你单独只有买这个战术哈比的话呢，是只有到这个部分而已，只有到这边。那这里它围布跟我们的主体连接，它是用这种就是比较扎实一点的拉链，好来做衔接，所以很简单，而且它可以密封。不是一般的那种魔鬼毡，因为魔鬼毡的话，它会有洞。那拉链的话，原则上它就整个把它封起来。不过拉链本身因为没有办法做到防水，所以他们在外面又做了一层这个隔水布，好来减轻这个降低水从拉链渗透下来的状况。不过大家可以看一下上面这里，帮我拍上面。好，因为昨天晚上没有下雨。那没有下雨的状况，它因为湿气重，它都还是一样有一些水汽积在上面。那当然也是因为我昨天想说不会下雨，所以就没有拉水线。那没想到早上起来的时候就有这种状况。好，那这个水它其实我不晓得是不是因为雾气的关系，其实它早上起来的时候还蛮严重的，就是还会直接从上面滴下来。好，但是我看它的这个防水胶条的部分其实都做得还蛮好的，看大家介不介意。但是我目前观察起来呢，它虽然有渗水，但是并没有影响到我们的
屋脊13，不过屋脊13也是有一些水珠啦。好，在这边上面也是有一些水珠，大家可以看一下。但是我觉得这个不影响啦，因为本来就是会有一点湿嘛。好，那这是我们另外一侧哈，就是我们的哈比的远观，一样哈，这边有1、2、3、4个这个窗户都是可以打开的。顺便讲一下，这个营区啊叫做马太路比，那它在订营位的网站上面啊是没有登录的。好，所以如果要约的话呢，是要到他们的那个 Facebook 的粉丝团，啊，专业去预约。那目前这边其实它都是樱花啦，不过如果今年还没有跟到樱花的话，也许因为我看这边陆续在开了。那上面的部分，我们今天住的这一区是 C 区，好 C 区。那上面的话再来是 B 区，那更高的话是 A 区，好，更高的部分是 A 区。那看起来是 B 区跟 A 区的樱花开的比较茂盛一点，不过也 OK， 因为听营主说今天 C 区只有我们这一帐，所以我们等于就是包区了。如果大家往前有看得到这个有很多这个杉木林啊，这也是这个营区的特色。等一下我们就会去那边走一走。好，我们现在要去杉木林那边晃一晃，走走看。听营主说啊，这个杉木林啊，说有不知道几公顷啊，很大一片，20年的这个树林。太阳出来了。诶，这树上结了一些柠檬啊！最近柠檬很难买。阿喵，走。好。好，我们现在走到 B 区。好 ，B 区就是这样子，没什么好说的。中间呢有多了一个这个休息的地方哈，休息的广场。那里面摆了几张桌子跟椅子，可以休息。那冰箱也在 B 区。再上来就是 A 区了。好，昨天晚上来的时候，因为天黑，所以没注意到 A 区的樱花，因为 A 区没看到樱花啊，A 区没有樱花。好，这是他们的大门，马太路比。从这个营区出来之后呢，我们就会看到前方有一个道路，不过楼梯目前看到它写施工中，是没有办法进去的。那没办法进去的话，这个杉木林可能没办法上去啊。好吧，那我们只能在这边看一看。哇，里面有好大一片杉木林。很可惜哦，他现在没有办法上去。这个算是站长啊，站长阿喵，很亲人，一点都不怕生。
但是它肚子饿的时候会跳到桌上，大家如果来的话要小心。亲爱的，三层肉本身就很咸。不能太久，不能看有水的，有点好看。磨错了。他不是说让一个小洞，它就会钻过去吗？猫很爱钻啊。这我们就行。好像蚊子。我忘记用烤肉酱，好吃吗？就是洋葱的。那洋葱本身也很好吃。
拜。